当六翼反骨仔再见韩立，二人有何反应？韩天尊抬手就控住了进阶大成的六翼，谈笑间完成一场千年交易。咱们书接上回，虽然这几只血色巨人瞬间就伤痕累累，明显不是黑泥兽的对手，但胜在拥有不死之身，无论身躯被撕裂割开何等程度，在后面血河滚滚一卷过后，就会立刻的恢复如初。四头黑泥兽纵然大占上风，但也对巨人放出的触手有几分畏惧之意，双方竟一时间僵持在了那。杨璐见情势如此，向马良恭敬请示是否可前去助战，声称自己知晓那些黑泥兽的弱点。马良却表示不必，认为新炼成的四头血灵正需多经实战，反而另有要事需杨璐去办。杨璐当即恭敬领命。马良随即吩咐，告知他已通过暗中施法查明此阵有2处阵眼，要求杨璐前去破除其中一处。一旦阵眼被破，他便无需耗费大半法力抵挡禁制，可全力出手将敌人歼灭。杨璐躬身应允，但迟疑片刻，询问另一处阵眼将如何应对。马良脸色一沉，冷哼着告诫杨璐只需做好分内之事，不必多问。杨璐心中一寒，急忙垂手认错，表示立刻前去破阵。马良却又叫住他，抬手从高空聚散招下一团青光，化作一把迷你小伞，同时从眉宇间取出一颗金银圆珠。他将两物抛给杨璐，沉声解释，意念珠中记载了感应到的阵眼位置，可助其准确定位，并让自己随时掌握那边情况。而青盾伞分身则能暂时隔绝法阵禁制约束，但时效有限，嘱咐杨璐速去速回。杨璐接过两物，郑重承诺绝不辜负主人期望，随之将小伞往身前一抛，直接化为一片青色光幕的笼罩全身，再用神念往圆珠中一扫后，就地一滚的现出了鹿首熊身原形。接着破空声一响，巨兽就冲出了血河在，一头扎进了某个方向的巨帆群中，霞光一卷的就此不见了踪影。马良见杨璐远去了，这才又袖子一抖，从中飞出一个赤红色玉匣来，一根手指冲其一，砰的一声，匣盖一打而开，从中漂浮出一个贴着数张金色符箓的赤红色小人。小人看似不过半尺高大，赤红长发，面戴一张鬼脸面具，但双目紧闭，浑身遍布一道道赤红灵纹，隐约透出丝丝红芒。马良看着此小人，脸上首次现出一丝凝重之色，但手中动作却没有丝毫迟疑，单手法诀一掐，抬手打出一道银芒去，银芒一闪即逝，就没入赤红小人体内，不见了踪影。下一刻，赤红小人身上金色符箓当即无声的尽数飘落而下，而鬼脸上闭着双目竟也徐徐睁开，露出一对木然无神的红睛。马良二话不说的眉宇间法力一催，又一颗意念金珠浮现而出，手指一弹后就将其也打入小人体内。马良对赤红小人下令，要求其前去摧毁另一处阵眼，并命令若欲阻拦，格杀勿论。赤红小人眼中红光微闪，便腾空化为一道赤红破空而去，外界法则之力对其似无影响。圆月之上，主持大局的明尊见状脸色微变，略作思量后，转向身旁因元气大损未出手的六翼，指出对方已发现阵影，虽已派人镇守，为防万一，请六翼前去阻延对方接近阵影。六翼却反问，以自己当前状态，如何能够拖延？明尊表示，并非让其硬拼，并取出一面玄天残宝炼制的阵盘，称此宝可困住敌人，若对方脱困，六翼即可退走。六翼考虑后勉强答应，但要求先查看阵盘。明尊抛过一面乳白色圆盘，六翼接过后端详片刻，神色稍缓的点头。明尊又请一旁的冰凤同去协助，冰凤爽快答应，称此战关乎自身性命，出力理所应当。明尊满意的取出一杆黑色小旗向二人一点，他们脚下便浮现出一座艳丽光阵，将其传送离去。此时宣九龄的声音从明尊脚下传来，询问是否需其前往另一处，因觉此地暂无需他出手。明尊犹豫，反问其是否有把握对付那红色小人，担心反遭不测。宣九龄声音不紧不慢，自称功法恰好克制此类精怪化形之物，对付起来轻而易举，并指出明尊必须坐镇主持大局，无法轻往。明尊思索后同意，但叮嘱其速去速回，务必速战速决。宣九龄大笑回应，自信来回绝不会超过一顿饭的时间。随之明尊面前波动一起，一个身穿灰袍、面色普通的中年男子身影一点点浮现而出。明尊将手中黑色小旗一抬，同样用其肩冲身前一点后，另一个五色光阵浮现而出，艳丽霞光一卷后，中年男子也无声的不见了踪影。下方血河中，马良目中金芒一脸，也隔空见到了圆月上明尊的一番举动，但除了面带一丝冷笑外，竟再没有任何施法举动，只是待在血河中目睹附近各个战团的激烈争斗。明尊见此，自然乐得大敌这般模样，同样一副稳坐钓鱼台般的站在圆月上，没有其他的举。韩立仍盘坐在祭坛下方处，双目微闭，一副静心养神的样子。忽然他神色一动，双目一睁而开，朝远处某个方向有些讶然地望了一眼。几乎同一时间，那边方向天边处一阵轰隆隆声隐约传来，一股波动滚滚卷来。因为相隔太远的缘故，并未对阵眼处造成任何威胁，但负责守卫阵眼的近千商盟甲士却一个个神色大如临大敌般的立刻做出警戒的姿态。
韩立双目微微一眯，瞳孔中蓝芒闪动，目光顿时一下横跨数千里之遥，将远处一切全都清晰如初的尽收眼底之中。只见原本应该空无一物的半空中，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座乳白色巨大光阵。此光阵中轰隆隆声震天，隐约有一个数十丈高巨大黑影在里面左冲右突，但始终无法冲出白光外的样子。在光阵正上方，一男一女两人正并肩悬浮在那，其中女的一身银袍，容颜貌美，但神色冷冽；男的一身白袍，脸庞两侧赫然明印有金银色的刺青灵纹。咦，是他？这么说，旁边之人就是我那头六翼了。韩立灵目在女子身上一扫而过，但遗落在了白袍男子那有些近似自己的脸庞上，心中有一丝意外，但面上却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色。他略一思量后，忽然嘴唇微动了几下。远在数千里外的冰凤耳中顿时响起了韩立的传音之声，虽然只是寥寥几句，也让此女面上现出大喜之色来。怎么回事？谁在和你传音说话？旁边六翼一下感应到了冰凤的异常，当即转手问了一句：“韩道友就在前方阵眼不远处，正在召唤我过去。”六翼道友，要不要随我一同前去？冰凤看了六翼一眼，轻笑一声的回道：“什么？是他在镇守此处阵眼？”六翼闻言，脸色一下大变起来。怎么，六翼兄不愿意一同过去吗？冰凤黛眉一挑的问道。哼，我过去了，谁来主持下面乾坤法盘？你要是想去见他，自己过去就是。六翼脸色一阵阴沉不定，半晌后才冷冷的说道：“韩兄让我转告一句，说你若是想葬身此地的话，尽管留在这里就是；但若想保住一条小命的话，就随我一同去见他一面。至于眼前这头真灵，只要其脱困而出，他自会亲自出手对付。”冰凤叹了一口气的说道：“韩立这话什么意思？在威胁我不成？”六翼脸上凝色一现起来：“我话已经传到，至于信不信，自然由你了。”冰凤却咯咯一笑，单手一掐诀，体表霞光一卷，就此化为一道金红的破空而走了。六翼未有拦阻的举动，但望向金红远去的方向，神色一阵的阴暗不定。好一会儿后，他才忽然一跺足，咬牙切齿的说道：“既然你已经发现我了，那我就真去见一见你这位前主人。无论如何，我也已成为和你同阶的存在，难道还真会害怕你不成？”话音刚落，他背后波动一起，三对透明蝉翼同时浮现而出，再轻轻一扇，就嗖的一声，也化为一团金光的冲天走。他竟针对下面的白色光阵不管不问起来，而没有人亲自主持的巨大光阵当即光芒一暗，威能似乎瞬间就降低了2-3成之多。里面困住的巨大黑影立刻感应到了其中的差异，越发拼命挣扎起来。顿时里面吼声震天，轰隆声大起。下一刻，整座光阵都开始狂颤不停起来。韩兄，你果然在这里，这真是太好了！金红光芒一凛，冰凤在祭坛上空现出身形，冲下方已经站起身来的韩立惊喜交加说道。四周那些金色柱子附近卫士，因为韩立的吩咐，未有阻拦此女靠近祭坛，一个个静静在原处不动。冰凤道友，好久没见，你修为可大涨不少。冰凤之体果然非同小可。韩立微然一笑的说道。韩兄说笑了，我这点增进和道友比起来，可算是天壤之别了。韩兄的名声，我即使在外游历，也是时有耳闻的。冰凤嫣然一笑，随之徐徐从高处一飘而下，直接落在了韩立身前处。这点名气，韩某倒是宁愿不要的。否则，眼下这等拼命的事情也不会无端找到我头上。哦，六翼也过来了，你且等下，我先和其说几句话。韩立说了2句后，目中蓝芒一闪后，冲远处天边望了一眼的说道：“韩兄小心，这六翼成就大成境界后，神通也非同小可的，特别其擅长一种神秘遁术，就连那名真仙一时半时都无法追击。”冰凤自然没有意见，反往旁边一站后，谨慎的提醒说道：“哦，真仙都无法追击的遁术，有机会的话，韩某还真想见识一番了。”韩立闻言，反有几分感兴趣起来。就在这时，远处天空中嗤嗤声一响，一团金光破空激射而来。四周那些商盟卫士一阵骚动，但在韩立淡淡一声“来者是有非敌”后，就立刻重新安静了下来。金光一闪，六翼面沉似水的也出现在了祭坛上空，低手望了韩立一眼后，就面无表情的开口了：“你既然想见我，为何不亲自过去？还说什么不来就会葬身于此的话语？你真以为我会相信吗？若是不信，你为何会跟着冰凤道友过来？”韩立淡淡的回了一句：“哼，我只是觉得，既然你愿意亲自出手对付那头真灵，我自然懒得出手再帮你拖住对方了。也想看看你这位前主人神通是否真有传闻中的那般厉害。”六翼哼了一声的回道：“是吗？你现在似乎很自信，我无法拿你如何了，竟敢在我面前这般说话。你难道忘了你体内还有我种下的那一丝血气之力？”韩立双目一眯，忽然轻笑一声的说道：“嘿嘿，若我还未进阶大成境界，修为远逊于你，对这血气之力还有几分忌惮。但现在你我修为相若，我就不信这点血气约束还有何效用。”六翼嘿嘿一声的说道：“是吗？看来进阶大成之后，你果真变得十分自信了。不过，你有一点却说错了。”韩立神色丝毫不变，口中却缓缓说道：“哦，有何说错的？”六翼冷笑一声，丝毫不信的样子：“
那就是凭借这一丝血气之力，我仍能轻易掌控你的生死。韩立话音刚落，单手忽然闪电般一掐诀，双目骤然间蓝芒大放，仿佛2团蓝色小太阳在瞳孔中爆发而出，其寸步未动，一股仿若实质的庞大精神力就一下向对面一照而下。六义一惊，万没想到韩立真会当面就对其出手，当即一声惊怒交加的低喝后，身形一动，就要向后倒射飞出，同时一手也往身前一横，就要施展秘术加以反击。但就在这时，韩立一声冷哼发出，这哼声看似声音不大，但是方一传入六义耳中，让其神识海中嗡的一声，顿时晴空霹雳般的接连轰响而起，后退身形和手中法诀都不禁为之一缓。而就这一瞬间的耽误，那股庞大精神力一卷的将六义罩在了其中，同时一个定字又从韩立口中传出。六义只觉神识海中某点一下爆裂而开，随之一股股诡异波动一卷而开，瞬间弥漫体内各处。他只觉整个身躯一麻，无论头颅还是肢体，全都一下变得僵硬无，再也无法动弹分毫。你六义只来及吐出一个字，就口舌同时一麻的无法言语了，只留下满脸的惊恐表情。韩立这才不慌不忙地将手中法诀一松而开。旁边的冰凤却早已看得目瞪口呆了。此女虽然知道六义肯定不是韩立对手，但也万没想到其竟连出手机会都没有，就被韩立直接施法制住。冰凤目睹此景，满脸吃惊，忍不住向韩立询问原委。韩立淡然一笑，解释道：那人只是太小看了血气的约束之力，误以为与自己同境界便不受约束。他心中尚有未尽之言，凭借远超对方数倍的神识之力，即便境界相同，悬殊的神魂差距仍足以令血气发挥效用，但并未说出口。冰凤听出韩立不欲多言，便识趣的不再追问。韩立转而打量冰凤，询问他与六义为何被真仙持续追杀。冰凤肃然表示，既然韩立想知，自己定当详尽告知，便从他被六义挟持从雷鸣大陆来到血天大陆说起，讲述了整个经过，直至他们被明尊等人截住，不得不答应充当诱饵。韩立听罢，若有所思的总结，看来那真仙本意是收二人为灵徒，后因被六义激怒才转为追杀，并且暗中在他们身上做了手脚，以致无论多远都能追踪。冰凤苦笑称，他们已仔细检查自身，却未发现印记，猜测对方可能是在神魂上动了手脚。仙界秘术果然深不可测，令他们事先毫无察觉。韩立闻言目光一闪，忽然表示或许能帮他一试。冰凤又惊又喜，但也略带难以置信，提到连明尊对此也束手无策。韩立平静地分析，对方既是仓促渐种下印记，即便是仙界之术，也未必是高等秘术，多半是凭借强大神魂得手。只要自己的神魂之力不逊色对方太多，便有几分解除的可能。他询问冰凤是否愿意让自己尝试，冰凤当即毫不迟疑地表示，韩立肯出手相助，自己求之不得，请他尽管尝试。韩立点头，嘱咐冰凤只需放开神识海，不要抗拒自己的神识之力。冰凤闻言，毫不迟疑的一口答应，当即美目一闭，心中一片平静，将心神直接冲韩立一放而开。这时，韩立抬起手指微微一顿，指尖处灵芒一闪，一根纤细金丝弹射而出，前半截一闪即逝的没入冰凤眉宇中。冰凤神色平静异常，对眉宇中多出一根金丝和韩立指尖相连的事情，丝毫异色没有的样子。而韩立双目中却蓝芒再次闪动而起，手指轻轻颤动，让那根金丝同样随之晃动不停。忽然，韩立眉头一皱，另一手一掐某个古怪法诀，原本近似透明金丝一下颜色大变，渐渐泛起乳白色光芒来，并且越来越耀目，晃动也越来越剧烈起来。一盏茶功夫后，冰凤脸上却现出一丝近似痛苦表情，其中还隐约透露出一丝挣扎之意。一声低呼，此女也一下睁开了双目，眉宇处金丝瞬间寸寸碎裂而开，浑身上下变得香汗淋漓，仿佛才从水中打捞出一般。而此刻，她美目有一丝迷离，仿佛还有些不太清醒一般。韩立见此情形，微微一笑，一只袖子冲对面一抖，一片青霞迎面一卷而过。冰凤在青光一集体的瞬间，一个机灵后，目中顿时恢复了平常清明。道友先查看一下自己神魂是否和先前有什么不同。韩立不慌不忙地问道。多谢韩兄相助，虽然没有办法准确说出什么，但我的确感觉神魂某个原先未曾发觉的多余东西似乎被去掉，还是道友神通广大，小妹这个心头之患总算没了。冰凤急忙内视一番后，才大喜过望地回道，没什么，只是我神魂之力比一般大成强上一些而已，否则也不可能这般轻易得手。而我之所以能做到此种程度，多半也和这名仙人神念在灵界受到不小压制有关，否则就算是我，多半也是束手无策。韩立温和回道。旁边仍全身僵硬无法动弹的六义见到这一幕，脸孔麻木，无法做出何种表情来，目中仍不禁闪过一丝骇然之色来。韩立似乎也察觉到了六义此刻的心思变化，一转身冲其淡淡说道，我有些事情需要你去做，你若是能做到的话，我可以承诺帮你解除血气之力，正式还你自由之身，否则以你我间的神魂强弱差距，只要不是飞升成仙，你此生会注定要受我压制，而无丝毫反抗之力。
话音刚落，韩立单手掐诀，手指冲其虚空一点，一股神念之力瞬间洞穿其躯体而过，同时一层隔音光幕将附近全一罩而住。六翼只觉神识海中某个东西一动，身躯竟就此一松的彻底恢复了控制，但脸色不禁越发难看。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事情？他盯着韩立冷冷问道。我现有一些材料还无法收集到，你帮我去附近其他界面寻找一下，只要你能1000年内帮我收集齐全，我就算你完成承诺，自会帮你解除血气。当然，作为预支报酬，我现在就可以先帮你去掉那名仙人给你种下的神魂印记。另外，我要你答应，今后人族若有劫难的话，你必须立下重誓，会出手相帮3次。韩立平静如初地说道。只是这些条件，六翼闻言反有些吃惊起来。你现在已经是大成存在，再让你当做灵宠，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虽然凭借血气之力斩杀你易如反掌，但对我来说又有何好处？韩立漫不经心地回道。你将材料清单拿过来，我先看一看。至于立誓相助人族的事情，等我先办完这一件事情再说。六翼心念飞快一转动后，毫不迟疑地说道。这个当然没问题，不过你一日不立下誓言，我也不会解除你的血气之力。韩立不置可否地说道，袖子一抖，一块白色玉简一飞而出。六翼单手一招，就将玉简凭空射到了手中，往额头上一贴后，神念就立刻在其中扫过一遍。里面记载的材料不算多，只有10几样而已，但是仔细一看这些材料的名称后，即使以他现在的大成眼界，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些材料虽然不是那种传闻中已灭绝的稀世奇珍材料，但每一种也是一件难觅东西，绝非短时间内能找到。稍微计算一下，正常情况下近1000年时间也不过可能堪堪够用而已。哼，你倒是狮子大开口！我要是答应了，这1000年时间也不用修炼了，全都用来帮你寻找这些材料。六翼哼了一声，脸沉似水的说道。那你是不打算答应了？不要忘了，若没有我一开始在你身上花费无数灵药心血，让你数次变异成功，你也不可能开启灵智，并最终走到这一步。韩立看似不置可否说道，但身上一丝奇寒却不觉散发而出。谁说不答应？此事我应下了。1000余年时间对我们灵兽一族来说不算什么，能换取自由之身也算值了。六翼心中一寒，脸色又一缓地说道。好，如此做才是皆大欢喜的结果。既然这样，我先帮你解除神魂印记，然后你就可以走了。若是离开迟了的话，我可不保证你能活着走出明煞之地。韩立丝毫不敢意外地说道。好，1000年内我一定会走遍附近界面，找齐所有材料，再回来见你一次的。六翼一领，但面上也不露丝毫异色。韩立微微一笑，再次一抬手指的冲其一点出，一根神念所化金丝破空弹射而出。一盏茶功夫后，六翼一跺足，立刻腾空而起，背后3道禅意只是一扇，就化为一团金光的向明煞之地边缘处激射而去。韩兄，你所说的走迟了就无法保住性命的话语，可是真的？冰凤看着六翼远去的遁光，有些迟疑，向韩立问道。当然是真的，留在这里的一切人和物，到时候都会一同陪葬。韩立看了看附近那些近千商盟卫士，嘴角露出一丝淡淡讥讽的说道。什么？难道商盟是打算？冰凤道友，你也速速离开，马上返回人族吧。这一次你既然游历大有所得，以后就暂时留在族中，不进阶大成境界就不要轻易外出了。冰凤心中一寒，但未等其说完话语，就被韩立一口打断了。是，小妹明白了，韩兄纵然已经有所提防，也要多多保重。冰凤深吸一口气，有几分凝重的回道。接着此女单手一掐诀，体表奇寒之光大放，就地一滚后，就化为一头10余丈长金银冰凤，双翅微微一扇后，发出一道清明之音的冲天而起，向另一方向破空离去了。几乎差不多的时间，数千里外地方，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后，那座白色光阵在一阵扭曲中彻底爆裂而开，点点白光四溅飞射后，从中冲出一头100余丈高的庞然巨兽。此兽鹿首熊身，身穿黄色战甲，扬手发出一声怒吼后，就架起滚滚黄风的直奔韩立所在阵眼飞驰而来。你们好好守在这里，我去会会，来人就回。韩立目中蓝芒一闪，就将这一切全都看进了眼中，手中法诀一催，将隔音光幕撤去后，冲附近商盟卫士吩咐了一句，也纵身化为一道青红而起，冲那鹿首巨兽所来方向直接迎了过去。以两者奇快遁速，这点距离自然转瞬间就到。杨鹿所化巨兽远远见一道刺目青红破空而来，当即心中一凛，但脸上却马上现出一丝狰狞，一只大手骤然向前方一挥而出，天空中波动一起，一座小山般毛茸茸大手当即从破空而出，向下方狠狠一捞而下，竟一把将青红针抓到了手中。杨鹿大喜，心中猛然一催法诀，毛茸茸巨手五指骤然一用力，就要将青红硬生生捏得粉碎。但就在这时，巨手中却一声长啸发出，青红突然一晃的化为一条栩栩如生的青色蛟龙，只是张牙舞爪的略一摆动身躯后，顿时无数粗大青色剑光从其体内激射而出，密密麻麻，仿佛同一时间放出成百上千道一般。那黄色巨手纵然凝厚如山，也瞬间被这些剑光一下淹没进去，一下被切成无数碎块的爆裂而开。青色蛟龙在一声长吟后，
光芒一脸的消隐不见，远处则现出一名身穿青袍的青年，看到有模样，应该就是杨路道友了，不知在下可有猜错？韩立灵目直接洞穿黄蜂的落在鹿首熊身巨兽身上，淡淡的问道：“你是何人？看你神通倒也不弱，既然知道我的名头，还敢前来阻拦于我？”杨路虽然对刚才一幕有些意外，但仍厉声大喝道：“在下人族韩立，负责镇守此地阵营。虽然不想和人争斗什么，但职责所在，也只能让道友留在这里。”韩立微然一笑，从容的说道：“韩立，没听说过，但好大的口气，区区一名大臣也敢在我面前这般放肆。”杨路闻言大怒，忽然深吸一口气，父亲黄蜂一下潮水般的往其大口狂涌而去，其肚子一下疯狂巨长，转眼间突鼓起一个巨大圆形球体，噗的一声，巨兽在大口一张，从中一下喷出无数黄色颗粒，滚滚一凝后，竟一下化为沙海的直奔韩立所在一卷而去。韩立双目一眯，突然单手一个翻转，一个寸许高的淡黄色葫芦在手心中浮现而出，往身前一抛，葫芦一个倒转，表面晶莹符文一现后，体型疯狂巨长而大，转眼间就化为了房屋般大小巨物。韩立一根手指冲其一点，巨大葫芦里面轰隆隆声大起，从中一下喷出无数点金光，竟是一颗颗晶莹剔透、蚕豆大小的沙粒，正是韩立当年在魔界所得的猎煞金刚砂。这些沙粒在虚空中一阵滚动，骤然以一化百，以百化千，赫然也化为一片晶莹沙海。去！韩立一只袖子一抖，冷冷一声低喝，金沙当即一阵轰响的也向对面铺天盖地一卷而去。刹那间，两股沙海就在高空处狠狠撞击到了一起，从中传出难听之极的擦擦之声，同时爆发出黄金两种刺目光霞来。黄沙随疯狂涌动，不停变化出虎豹豺狼等各种妖兽形象，疯狂向对面金沙撕咬冲击而去。